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：女人上了年纪，这5种大妈裙能别穿就别穿了，显老掉价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穿错裙子很影响整体形象，看看那些大妈敢穿搭就知道了。同样是裙子，一旦款式没选好，搭配方式出了错，就算原本的气质再好也是枉然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土味感，魅力也会大打折扣。裙子的款式多种多样，选择时一定要小心，千万别踩到雷区。尤其是女人年纪稍长后，有些裙子最好别再穿了。比如以下5种会拉低形象气质的大妈裙，换上更时尚更有气质的贵妇裙，才能让你美得轻松自在。一、女人的油腻感来源于这5种大妈裙。第一种，色彩暗沉的花裙子，暴露真实年龄。色彩暗沉的花裙子之所以容易显老，是因为在视觉上同时触犯了多个容易让人联想到年龄感的元素，给人一种压抑陈旧的气质。首先，暗沉的颜色本身就会削弱人的气色，尤其是深褐色、墨绿色、暗紫色等低明度的色调，它们不像亮色或浅色那样能够反射光线、提亮肤色，反而会吸收光线，让人显得暗淡无光，甚至加重皱纹和疲惫感。当这些暗色与复杂的花纹结合在一起时，问题会更加明显。花纹本身已经具备一定的视觉复杂度，而暗沉的底色不仅无法衬托出花纹的精致，反而会让整体图案显得模糊不清，远看就像一团混沌的色块，缺乏清晰利落的层次。这种模糊感容易让人联想到陈旧褪色的布料，从而加重老气横秋的印象。此外，许多暗色花纹裙子的图案设计本身就偏向传统，比如大朵的牡丹、繁复的枝叶，或者密集的几何纹样。这些图案如果出现在明亮的底色上，可能还有一定的鲜活感，但一旦搭配暗色底色，就会瞬间显得保守甚至过时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世纪末的流行风格。第二种，大面积的蕾丝套装裙，土气感爆棚。蕾丝这个一度象征着浪漫与高级的元素，为什么一旦变成大面积的覆盖在套装裙上，就容易带来土气感？相信很多女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在商场看上一条蕾丝裙，试穿时却发现镜中的自己瞬间老了10岁，不仅没有想象中的优雅气质，反而莫名其妙地显得厚重俗艳。大面积蕾丝最大的雷区就是，一套好的穿搭应该注重上下分层，通过不同材质、颜色或长度的搭配来制造视觉层次。但大面积蕾丝裙却采取一体化设计，从领口到裙摆都用同一种蕾丝花纹，整件衣服毫无变化。这种设计虽然在成本和工艺上更简单，但对我们来说是个灾难，因为没有对比，没有重点，看起来就像穿了一块巨大的桌布在身上，不仅显得呆板沉闷，还让整个人缺乏气场与个性。尤其是对亚洲女性来说，普遍身材娇小，穿这种没有结构感的蕾丝裙，更容易被衣服吞噬。本来是想穿出淑女范，结果却变成婚宴阿姨风，毫无美感可言。第三种，过于个性化的豹纹裙，和气质严重不符。很多上了年纪的女人为了追求个性，就会大胆地尝试豹纹裙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豹纹本身是一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元素，狂野、性感、张扬，而中老年女性的气质更偏向于优雅稳重或从容。
两者风格存在天然冲突。当豹纹大面积出现在裙装上时，那种密集的动物纹路会带来强烈的膨胀感和攻击性，容易让我们显得臃肿或不够得体。此外，豹纹的流行属性很强，一旦搭配不当，就会给人一种刻意追赶潮流，却不得要领的感觉，反而暴露年龄感。第4种颜色艳丽俗气的纱裙，廉价感十足。关于纱裙，大多数人都认为是仙女裙，穿上身仙气飘飘，而且还特别减龄。可实际上，其材质色彩与我们的年龄气质之间存在严重冲突。纱裙本身质地轻盈蓬松，带有少女般的梦幻感，而高饱和度的艳丽色彩本就容易显得浮躁，不够高级。两者结合后，不仅无法凸显中老年女性的沉稳魅力，还会因为强烈的视觉刺激而显得夸张、不协调。除此之外，艳丽的纱裙色彩往往对肤色要求极高，稍有不慎就会让面色显得暗沉或泛黄，甚至放大皱纹和疲惫感。另外，纱裙的风格属性偏甜美或浪漫，而中老年女性的穿搭通常更适合简约知性或经典风格。若强行搭配艳丽纱裙，容易给人一种强行扮嫩的违和感。第5种无明显腰线的长裙，容易穿出臃肿感。这种剪裁模糊了身材的自然比例，让整体造型失去流畅的线条感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腰腹和臀部会变得圆润，而宽松直筒的长裙非但无法修饰这些部位，反而会进一步放大体积感，让身形看起来更加厚实。尤其当长裙采用柔软贴身的材质时，更会毫无保留地勾勒出腰腹的弧度，视觉上加重下半身的亮感。而若是选用硬挺但毫无结构的面料，整条裙子又会像一个僵直的桶状，罩住身体，既无法展现腰身的纤细，也无法通过垂坠感拉长身形，最终呈现出一种呆板的膨胀效果。此外，缺乏腰线的长裙往往会破坏上下半身的平衡，不仅显得人矮了一截，还会因为重心下移而显得拖沓无力。2、关于大龄女人的穿裙指南，赶紧学起来！指南1：学会挑选裙子，才是逆袭第一步。1是连衣裙腰线要收紧，更能突出小细腰。选对裙子是成熟女人的必修课，同时也是开启优雅世界的钥匙。大龄女人挑选裙子的时候，要优先选择收腰款式，尤其是连衣裙，一定要避免无腰线的设计，会拉宽视线，看着更显胖。而收腰款的连衣裙才是显瘦显高的不二之选，还能打造出优雅的氛围。2是半身裙选深色更显瘦。若是半身裙，挑选起来更要格外讲究。首先，腰线位置贴合度要高，才能更好地掐出小蛮腰。其次，在色彩上尽量以深色为主，比如黑色就是典型收缩色，针对下半身臃肿的女性来说更有优势。3是裙摆长度过膝不过踝，纵向拉长腿部比例。优雅女人的衣柜里从来都没有短裙，并不是说短裙是年轻人的专属，而是成熟女人穿短裙会缺乏得体的气质，并且还会暴露腿型缺陷，因此长裙才是最佳优选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裙摆长度过膝不过踝才没有拖沓感，同时搭配上前口设计的低跟鞋，既能优雅地拉长腿部的比例，又能增添女人味。指南2：裙子在精不在多，有这4条足矣。第1条，收腰连衣裙，打造优雅感又显瘦。对于中年女性来说，选择裙装时
最关键的莫过于找到既能修饰身材，又符合成熟气质的款式，而配色基础加裙摆，宽大加低领口的收腰连衣裙，堪称完美之选。基础色系如黑色藏蓝或卡其，避免了花哨图案带来的膨胀感，让整体造型显得沉稳大气。宽大的裙摆不仅能够优雅地掩饰臀部和大腿的赘肉，更通过自然的垂坠感，营造出流畅的线条。走动时裙摆微微摇曳，尽显中年女人的从容魅力。而恰到好处的低领口设计，则是整件连衣裙的点睛之笔。适度露肤，既避免了高领带来的窒息感，又不会像深 V 领那样过于暴露，既能展现锁骨的优美线条，又将视觉重心自然上提，让人忽略腰腹的丰满。收腰的剪裁可以明确出腰线位置，让身材比例瞬间变得修长。即便是大骨架或上半身偏胖的姐妹，也能通过这种设计，在视觉上打造出 X 型的优美轮廓。第二条，印花半身裙，营造浪漫甜美的氛围。对于中年女性而言，融入印花元素的半身裙，确实是提升造型优雅度的绝佳选择。但关键在于掌握印花的选择与搭配的艺术。相较于密集繁复的花纹，疏朗有致的图案，更能彰显中年女人特有的从容气质。这种恰到好处的印花设计，就像是精心布置的庭院景观，留白处反而更见品味。在保持得体优雅的同时，又不失时尚巧思。第三条，百褶半身裙，温柔又很有灵动感。百褶长裙是中年女人衣橱里不可或缺的优雅单品。与普通平面裙装相比，百褶裙细腻的压褶设计，在行走时会产生流动的光影变化。这种动态美感，不仅能转移对身材细节的注意力，更能赋予一种行云流水般的优雅气质。特别是垂坠感良好的面料制成的细压褶款式，褶皱会自然形成纵向延伸的线条，在视觉上拉长身形比例，同时蓬松度适中的裙摆又能恰到好处地掩饰臀部和大腿的赘肉，实现显瘦于无形的效果。再搭配上挺刮有型的廓形衬衫，非常显气质。衬衫的利落线条与裙摆的柔美褶皱形成刚柔并济的对比，上身的简洁干练与下身的优雅流动相得益彰。在色彩选择上，中性色系的百褶裙最为实用，浅灰驼色或藏青都能轻松搭配各种上衣。而若想增添几分活力，选择低饱和度的莫兰迪色系也是明智之举。无论是搭配高跟鞋打造职场精英形象，还是配以平底乐福鞋展现休闲优雅，百褶长裙都能以其独特的韵律感，为中年女人的日常穿搭增添一抹亮色。第四条，波点半身裙或连衣裙，休闲与柔美的结合。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，是因为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魅力。就像波点元素的几何美学，通过大小间距的精妙变化，能够巧妙地分散视觉焦点，能够模糊身材上的不足。2厘米的中等波点最易驾驭，密集的小波点能够纵向拉伸身形，适合想要弱化胯部宽度的女性。而稀疏的大波点则带着一种复古的张力，能够有效地弱化身材的线条问题。波点元素自带的复古优雅气质，与中年女性的气质相得益彰。波点裙的复古韵味，透露出赫本式的优雅，与中年女性的知性美完美契合。相较于追求年轻化的穿搭，
中年女性穿波点裙无需刻意追赶潮流，就能轻松达到想要的效果。浅色底的波点裙给人一种年轻休闲的感觉，白底黑点的波点裙简单大方，透露出知识分子的气质，既不会出错，又能展现出独特的品味。而红底白点的波点裙则带着一种热烈而不失分寸的法式慵懒，让人眼前一亮。深色底的波点裙则给人一种稳重成熟的感觉，深色底与浅色波点的搭配既沉稳又不失灵动。黑色底自带收缩显瘦的效果，能够最大程度地修饰身形线条，而均匀分布的白色波点则打破了深色的沉闷感，为整体造型注入了一抹清爽。这种搭配能够传递出可靠专业的印象，在正式场合也完全不会出错。波点裙的风格百搭，不挑场合，能够适应多种场景。无论是日常休闲穿搭还是正式场合，波点裙都能轻松驾驭。通过搭配不同的配饰，波点裙还能实现一裙多穿，比如用珍珠耳环或项链来强化精致感，用丝巾或发带来增添复古韵味，或者用帽子来强调优雅风格。这种风格的自由切换，更加符合中年女性的着装需求。指南3：运用好穿裙小技巧，远离大妈赶技巧一繁简结合，营造平衡状态。懂得运用穿搭技巧的中年女人，通常都是很有品味的。比如繁简结合的搭配，就需要选择印花裙加纯色上衣，或者加入时髦图案的上衣，配纯色半身裙。总之，学会拿捏造型的平衡度，才是提升高级感的开始。技巧2：裙子不配丝袜，光腿穿配凉鞋。夏天穿裙子千万不要配丝袜和运动鞋，不仅闷热感十足，还会显得特别老土。尤其是搭配长裙的时候，直接光腿穿更凉快舒适。鞋子则可以换成露幅度高的低跟凉鞋，大面积的露出脚背的布，既能有效地拉长腿部的比例，又能满足夏日对清爽透气的需求。技巧3：不对称或者伞裙设计更特别。在选择波点的时候，可以通过不同的设计来强化风格。比如说，选择不对称的裙摆设计，可以打破单一设计的审美壁垒，让搭配有更多的可能性。又或者选择蓬松的伞裙，展现赫本式的优雅。技巧4：优选3醋酸或者精纺棉，材质更高级。此外，波点的高级感与材质是相辅相成的，要避免易皱易静电的面料，比如聚酯纤维，显廉价且难打理。日常休闲穿，选择棉质或雪纺的，轻盈透气。稍微正式的场合，选择真丝缎面3醋酸面料来提升质感。技巧5：高质感的配饰点缀，精致又洋气。俗话说得好，细节之处见真章。在穿衣打扮这件事上，细节往往藏在配饰里。中年女人在选择配饰时，不要选过于张扬的披金戴银，稍有不慎就会显得老气横秋。其实实用性强的包包、墨镜或是帽子才是更好的选择。再搭配一些精致小巧、质感上乘的首饰，就能轻松穿出独特的气质。就拿波点裙来说，它本身的设计就足够简约大方，这时就需要一些配饰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，让整体造型更有韵味。比如一件白色上衣搭配黑白波点裙，再系上一条腰带，戴上一对耳环，顶上一顶帽子，简约的配色和款式，因为有了这些配饰的点缀，立刻就显得格外有格调。又或者是黑色上衣与黑白波点裙的组合，
搭配上一个红色的包包，瞬间成为视觉焦点。在红色包包的映衬下，整个穿搭的风格也更加鲜明突出。变美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选对裙子是最重要的步骤。学会避雷大妈裙，换上更加时髦显贵气的裙子，才能彻底释放个人魅力，美的独一无二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